中国打出组合拳，让澳大利亚损失惨重。澳总理认怂，急忙改口，升级军事基地与中国无关。众所周知，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我国已经对澳大利亚进行了3轮制裁。在此之后，澳大利亚也沉寂了一段时间，并且根据澳媒统计，在受到中方制裁之后，导致澳大利亚经济不断下滑。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当局已经连续9次向中国请求重新对话，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诚意，这些请求都被中国已读不回。不知道是恼羞成怒，还是破罐子破摔，澳大利亚在近段时间竟然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报复。首先，在美日会晤发表联合声明，要一起干涉台海问题之后，澳大利亚也宣布要出兵台海，配合美军行动。然后，澳大利亚还对中国企业使绊子，想要收回中企在澳大利亚的探矿权。紧接着，澳大利亚又撕毁了中国与奥维多利亚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不仅如此，现在澳大利亚还把目光盯上了与中国有99年租借合同的达尔文港，并且澳方长达顿还对媒体表示，这是因为中方对相关港口有军事化的行为。所以，如果一旦发现这些港口的存在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澳方会立即采取行动取消合约。同时，澳总理莫里森还宣布了一项计划，那就是要斥资7.47亿澳元对4个军事基地进行升级，并且他还强调了这些军事基地的升级有利于和美军开展更多的联合军演，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潜在威胁。很显然，澳大利亚的矛头都是指向了中国，这些举动必然会惹怒中国，并遭到反制。果然，中国的反制说来就来了，并且这次还是漂亮的组合拳。据观察者网报道称，在澳大利亚撕毁一带一路协议之后，该国维多利亚州出口的装有新鲜葡萄的400到500个集装箱在清关时遭到延迟，同时还有25家甘草企业对华出口许可证已失效，并且还没有得到中国续期批准，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彻底失去中国甘草市场。另外，还有2家中国天然气企业突然撤资，转向和马来西亚天然气公司合作，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以后不打算进口澳洲天然气了。而且还有2家中国大型矿业公司也在近期宣布对澳洲金矿的收购交易，这说明如果澳大利亚再折腾下去，澳洲金矿也会在中国市场消失。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21年第1季度钢铁产量快速增长，3月份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石总量同比增长27%，达到1737万吨。这就意味着我国也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依赖越来越小了。在中国打出这一套组合拳之后，很显然澳大利亚开始慌了，毕竟前3轮的制裁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而现在又迎来新一轮的反制，估计他们心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因此，澳总理莫里森才赶紧改口升级军事基地与中国无关。但是澳大利亚这一套，我国早就已经看透了，估计最后跟我国的第10次对话请求也要被已读不回了。美航母真的击不沉？国际专家列出5种击沉航母的大杀器，中国表现令人惊喜，全都有，3项领先世界。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有人曾说美国航母是不沉的神话，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航母真的击不沉，而是因为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住击沉美航母的后果。但是如今形势却大不一样，美国依靠航母建立起来的全球霸权正在慢慢衰落。而关于如何击沉美航母，国际专家列出了5大杀器，中国表现令人惊喜。国际军事分析家罗伯特·法利表示，由于美国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行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找消灭美国航空母舰的方法。在罗伯特看来，首先对美国航母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潜艇。早在2战伊始，德国潜艇就击沉了英国的航母，从此开启了潜艇击沉航母的新世界。有人说，一旦航母被潜艇锁定，那么基本就是凶多吉少，因为航母一旦被水下进攻的潜艇击中船底，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面临侧翻或者是沉没的危险。与此同时，潜艇的隐蔽性也极强，这也决定了航母躲避其进攻存在很大的困难性。与潜艇类似的还有一个利器，就是无人潜航器。罗伯特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人潜航器将成为更加危险的武器，因为其并不需要考虑成员的安全，同时也相对并不需要那么担心自身的安全，因为其相比潜艇造价相对较便宜。而说起无人系列，如今无人机也越来越成为打击航母的一个利器。此前，伊朗曾报道无人机近距离拍下美国航母甲板的画面，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美国航母毫无察觉，也就是说，无人机可以对美航母实施近距离攻击而不被发现。但是，一架无人机的杀伤力肯定是不够的，为此就诞生了超级蜂群这一概念。可以说，未来无人机将是一个巨大威胁，不仅是对航母。
除了这些小规模武器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上榜了，既有高超音速武器，俗话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也被认为是可以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防空以及反导系统，并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武器，其速度与弹道导弹相同，因此其轨道航母基本无法预测。目前中俄正在积极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最后一个武器让人出乎意料，罗伯特指出，对航母进攻不仅可以使用武器，还可以通过电子战进行，而至于是如何进行，文章并未详细的说明。不过这确实为未来打击航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见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打击航母并不再是天方夜谭。更加值得庆贺的，国际专家列出的这5种武器，中国全都有，并且在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电子战上，中国都处于毫无争议的世界领先地位。不难发现，美军煞费心思建立起来的优势正在一点点崩塌。美国要重走苏联老路了吗？为何说中国人已不再喊打喊杀，而美国却在穷兵黩武？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近日公布的一项法案中，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在法案中提议投资250亿美元升级美军军舰，制造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为美国海军提供服务。至于原因，提出议案的议员解释称，这项提议与当前美国海军打算针对中国扩大自己的军舰编队有关。因为美国船厂不仅在建造新船时一再拖延，而且还难以按时完成现役舰船的维修任务。据了解，提出这一议案的议员为魏特曼。由于当下美国民主党议员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将国防预算重新分配到其他项目，所以身为民主党的议员魏特曼提出了削减预算将使美国海军不能迅速将工业转变为战时体制。再加上美国造船厂的困境，美国海军恐怕不能与中国相抗衡，因此才有这份提案的诞生，希望美国向海军投入资源，提高美国各大造船厂的造船能力。众所周知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之所以能是第一大国，因为它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其中的核动力航母和潜艇就是其美国霸权的底气。而这一底气的源头，首先要靠造船工业。原先美国的造船业实力确实很强，二战前后更是凭借着美国远离战场的地理位置优势，开始疯狂建造大型海上战舰。仅航母这一项就建造了155艘，大型航母24艘。虽然跟现在的航母相比，那就是小帆船，但在当时那就是实打实的航母，以至于当时的美国造船业有了4天建成自由轮的美名。虽然这一形容有点夸大了，但这确实也显示出了美国船舶工业曾经有多么的辉煌。不过，现在的美造船工厂在中国面前显然已不再先进。从美军方公开的信息中可知，在投入250亿美元升级完造船产业后，今后的10到15年里，美国海军中的无人舰船的比例将上升至25%。虽然不清楚美海军现役的无人舰船有多少，但这一比例着实是不小。从这一数据就能看得出来，美国未来将重走苏联老路。苏联解体的那段时间里，也是疯狂的在造军火。但与冷战时期的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已不再喊打喊杀，而是倡导合作共赢。然而，美国现在却是在穷兵黩武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天内，美军为何出动5架侦察机在中国3大海域活动，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又有何目的？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报道，在4月29号当天，美军出动5架侦察机，分别在黄海、东海与南海3大海域进行侦察活动。即便美军侦察机几乎天天都会来，但在1天之内，如此多型号、多架次的侦察机分别闯入我国不同海域，将我国数千公里的海岸线纳入侦察范围，依旧十分不寻常。美军究竟想偷窥啥？根据南海战略姿态感知平台发布的示意图，当天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从驻韩基地出发，抵达黄海，随后又飞到东海；另有一架 U-2S 高空侦察机从驻韩基地起飞，抵达中国在东海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域外围；还有一架从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的 RC-135W 电子侦察机，则直接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此外，还有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与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区域飞行。可以看到，美军不同种类的侦察机悉数出动，就连咱们的老朋友 U-2侦察机都来了。
实际上不难猜到，美军侦察机分头行动也是各有各的目的。在中国北方，美军主要是想摸清中国火箭军的部署情况。此前有消息称，火箭军已经在山东部署了东风26导弹，这种导弹对美军航母威胁极大。而在南海，美军则重点关照中国的潜艇，这也是美军要出动 P-8A 反潜巡逻机的原因。对于美军而言，中国在南海有着核潜艇基地，其南海的潜艇活动对美军也是潜在威胁。此外，美军侦察机活动区域也是近段时间解放军军机绕台的活动区域。美军再次活动也有与解放军在台海较劲的味道。而这次美军行动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其侦察机无视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直接闯入。美军这又有何意图呢？根据媒体报道，在2天前完成训练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再次穿过公国海峡进入东海，并且北上返回青岛海军基地。因此，美军侦察机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意图很明显了，就是为了追踪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情况。而美军 U-2 侦察机也在外围进行监测，也由此可见，美军对这次我军出动辽宁号航母编队一直心心念念。当然，作为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我们是有一定的管辖权限的，因此我军也必然会对贸然闯入的美军军机进行严密监控，一旦有异常举动，立马进行驱离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加强我国国防体系的建设，做好应对措施才是最有效的回应方式。美军不会自己走，我们需要有能力赶美军走。